本杰明是一个养蛇天才，他熟悉蛇的生活习性，是这个圈子里的顶流，并因此成为富有的人。但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不到30岁的时候死于冷血动物之手。接下来就为您讲述今天的故事。新佛罗伦萨是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个小镇，该镇占地面积 7.6 平方公里，人口仅为641人。这里最早是德国移民建立的葡萄园中心，如今新佛罗伦萨依然有着不少家庭农场。2017年6月8日，蒙哥马利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。Oh my God, my brother's dead. Okay, so he's not breathing at all? No, he's cold, he's in blue. Oh my God, my brother's dead. My brother's dead. Oh my God. 拨打者称他的哥哥应该是死了，他情绪激动，甚至无法准确描述哥哥遭遇了什么。他说有可能是被蛇咬死了。蒙哥马利县警马修舒和他的副手在接警后立刻赶往了事发现场。这里是一个位于新佛罗伦萨东边，占地72英亩，约为29万平方米的雷尼克农场。报警者名叫山姆·雷尼克，是农场主，也是受害者本杰明·雷尼克的亲弟弟。和山姆在一起的还有本杰明的妻子林莉。马修跟随山姆来到农场西边的建筑，那是本杰明饲养蛇的基地。这里看起来非常整洁，成排的饲养盒像货架一样堆放整齐，每个饲养盒里都有着颜色各异、大大小小的蛇。马修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惊讶，但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处理案件。他们走过几个过道，便看到本杰明倒在不远处，他身边有着大片的鲜红，头部伤势极为严重，甚至无法看清伤口的情况。很明显，本杰明早已死亡。林莉非常伤心，她无法完整的叙述发生了什么。山姆告诉马修，第一个发现本杰明尸体的人是林莉，然后打电话通知了他。他当时正在农场的其他地方干活。接到林莉的电话后，他就来到了饲养房，并看到了伤势严重的本杰明，然后他立刻报了警。当时他认为可能是蛇袭击了本杰明，因为在本杰明的手臂上有蛇的咬痕，从牙齿的间距来看，应该是被巨型蟒蛇咬的。但马修在查看现场后发现事情并非如此，因为他在地上发现了好几个弹壳。法医的结论证实了这一点，本杰明身中8枪，最后一枪击中了头部，死亡时间为6月8日下午1点到5点之间。这是一起凶杀案。本杰明·雷尼克出生于1988年，他比山姆大1岁，两人从小就生活在雷尼克农场。山姆非常崇拜哥哥，因为哥哥做什么都能成功。本杰明很小的时候就对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喜欢去野外抓蛇，并将它们养在家里。这看起来并不奇怪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将蛇作为宠物。但本杰明将这一爱好做成了事业，他成立了一家名为雷尼克爬行动物的公司，主要从事繁殖蛇类的业务。爬行动物饲养者协会主席菲尔高斯说，美国约有 5% 的家庭饲养爬行动物，它们和其他宠物最大的不同是不需要太多的陪伴，和它们互动的感觉也非常奇特。高斯对本杰明的评价非常高，他说本杰明对爬行动物的特性非常了解，并热衷于饲养和繁殖它们。他还根据不同种类的爬行动物制作了各种适合它们生活的饲养盒。20多岁时，本杰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球蟒饲养者之一，其中有些难以繁育的珍稀品种具有很高的交易价值，因此本杰明赚了不少钱。林莉曾是一名水疗馆的服务员，在认识本杰明时，她是一个单身妈妈。本杰明对林莉一见钟情，不久后两人便结婚了。婚后，林莉又为本杰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本杰明还帮林莉在哥伦比亚市开了一家属于他自己的水疗馆，一家4口过着幸福而忙碌的生活。
警方在了解本杰明的生意后，首先想到会不会有人想要偷蛇，因为对于懂得爬行动物价值的人来说，这些蛇就等于钱。但是现场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没有蛇被偷走，也没有遗失任何其他物品，因此警方推测的偷蛇人并不存在。接着警方对林丽进行了询问，林丽告诉警方，她和往常一样，在完成了水疗馆的工作后，曾给本杰明发过信息，但没有收到回复。当时他就觉得有些奇怪，然后他离开了水疗馆，并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。本杰明大部分时间都在饲养房工作，因此他回家后来到饲养房，便看到丈夫倒在地上。当时他吓坏了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住在农场的山姆，于是用饲养房的电话打给了山姆。接下来的描述和山姆基本一样，但他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细节。本杰明最近接到一个大单，买家是一名著名的曲棍球运动员，名叫罗恩·罗宾。他购买了价值大约100万美元的球蟒和水蟒。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，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。由于金额巨大，罗恩希望可以分期付款，但活物分期付款有个问题，那就是买家如果不会饲养，很可能付款周期还没到，购买的商品已经死了。本杰明自然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他最多只能接受1年的分期付款。这意味着罗恩每月要支付将近10万美元。开始几个月罗恩都是准时付款的，但到了上个月，他开始和本杰明讨价还价，而现在本杰明就被杀害了。但很快警方就排除了罗恩的嫌疑，因为案发当日他正在参加比赛，他的不在场证明有几万个人可以证实。林丽还向警方提到了另一个人，那就是本杰明的弟弟山姆。林丽说，他们兄弟2人之前关系一直很好，山姆和妻子以及2个孩子就住在农场的另一所房子，但最近兄弟2人似乎有些摩擦，于是警方将山姆带回警局进行审问。山姆告诉警方，他们的父母早逝，本杰明继承了农场，而他得到了现金。他确实和哥哥区别很大，所以他们虽然是邻居，但交流并不算多。林丽所提到的摩擦，可能是指最近他向本杰明提出，希望可以获得他现在所居住农场房子的所有权，并愿意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，因为他总觉得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。但本杰明拒绝了，原因是他答应过父亲，农场的所有权不可分割和出售，因此农场的房子只能住，不能卖。山姆认为这连摩擦都算不上，他和哥哥的关系绝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发生变化。当警方询问他案发时他在哪儿时，他回答就在自己的家里，和妻子以及2个孩子在一起。山姆知道自己是嫌疑人之一，他告诉警方，本杰明是他最亲的人，他和哥哥没有矛盾，他也绝不会杀害哥哥。由于受害者是被枪杀的，因此警方对山姆和林丽做了硝烟反应的测试，山姆和林丽都通过了测试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案发后受到心理创伤的林丽带着2个孩子回到父母家居住，期间爬行动物饲养协会还为林丽组织了多次义卖活动，并为她筹集了1.1万美元，帮她渡过难关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林丽在不久后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，她要出售本杰明所有的蛇以及雷尼克农场，并且她通知山姆必须在30天内离开，否则将向他收取租金。这一做法对山姆来说是无法接受的，他几天前才失去了至亲，而现在他又将被赶出自己从小生活的农场，他觉得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想象。山姆知道本杰明曾为家庭成员购买过价值1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，但他才29岁，所以没有写过遗嘱，这样他的所有财产都将归第一继承人所有，也就是林丽。山姆在接受采访时气得浑身发抖，需要多次深呼吸才能平静下来，他甚至想过自杀。几天后，山姆搬出了农场。
在所有蛇出售之前，林莉聘请本杰明的圈内好友谢利尔·梅图拉和她的男友来照顾这些蛇。对于梅图拉来说，照顾蛇是他喜欢做的事，但住在发生过凶案的农场却非常可怕。在凶案发生后4个月，似乎一切又归为平静，案件没有进展，没有嫌疑人，没有任何消息。而事实上，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。在林莉宣布要出售农场后，警方感到事有蹊跷，因此他们对雷尼克家族进行了调查。本杰明和山姆的父亲名叫弗兰克·雷尼克。在90年代初，弗兰克开了一家宠物食品公司，但在1992年，雷尼克家因为煤气泄漏发生了爆炸，整栋房子化为一片灰烬。幸好一家4口当时都不在家，算是逃过一劫。所谓祸不单行，没过多久，本杰明和山姆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，并在不久后去世。在之后的几年中，弗兰克的公司也是每况愈下。更糟糕的是，弗兰克虚假宣传他与知名宠物食品公司贵宝公司有着密切合作，还在密苏里证券机构向250多名投资者出售了价值700万美元未注册的股票。弗兰克说这笔钱将用于购买设备，为公司运营提供资金，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资金都被挪为他用，最终导致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。2012年6月，圣路易斯联邦检察官对弗兰克进行了指控。几天后的6月17日父亲节，弗兰克在家中自尽。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，但当年的投资者一定还很痛恨弗兰克。弗兰克的农场一直在那里，仇人在多年后杀害弗兰克的儿子也不无可能。但是对投资人的调查远比想象的难得多，大部分投资人的资料无法查证，能找到的也遍布各大洲，并且都不具备作案条件。绕了一圈，警方再次找到山姆和林莉，希望能在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信息。此时的山姆已经搬离农场，他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，而林莉则有一些不同，他已经有了新的恋情。林莉的新男友名叫布兰德·布莱克威尔，他们购买了新房子，并且林莉已经有了身孕，这让所有人感到疑惑。这么看来，从本杰明的死亡中获利最大的竟是林莉。尽管警方对林莉有所怀疑，但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林莉。一晃2年半过去了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杀害本杰明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时，事件有了转变。2020年1月10日，林莉的新男友布兰德被逮捕，原因是他违反了限制令。4天后，他向警方表示他知道一些关于本杰明谋杀案的消息。布兰德告诉警方，在孩子出生后，他和林莉的关系就越来越差。林莉还因此提交了限制令，他很不甘心，他想看看林莉是否有了新欢，结果因跟踪和违反限制令而受到指控。为了能减轻罪行，他愿意告诉警方他知道的一切。他承认在本杰明还活着时，他和林莉就发生过关系，在凶案发生后，他们也曾谈论过此事。他相信杀害本杰明的凶手就是林莉。林莉在本杰明死后卖出了他所有的蛇，总价值超过100万美元。他还得到了保险金100万美元，以及价值100万美元的农场，一共超过300万美元。林莉得到这些钱并没有犯罪，但这些钱可以成为犯罪的动机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推论，布兰德说出了2个名字：阿什利·肖恩和瑞秋·亨特，他们是林莉水疗馆的店长和员工。肖恩告诉警方，在案发前几天，林莉曾让他购买过很多止痛片，并将止痛片压成粉末放在一瓶奶昔里。另外，本杰明还活着时，林莉就和多名男子关系暧昧，其中也包括她的前男友迈克尔·汉弗莱。案发当日，迈克尔来到水疗馆，他和林莉一起离开了水疗馆，并在大约2个小时后又回来了，这与本杰明的死亡时间相吻合。
肖恩虽然曾协助林莉实施犯罪，但他用他的证词和承诺出庭作证作为交换，因此肖恩没有受到任何指控。肖恩的证词是一个重大突破，很快警方再次找到林莉和身在杰斐逊市的迈克尔，并对两人进行了审问。当警方询问2017年6月8日是否和林莉在一起，并且告知迈克尔林莉就在隔壁的审讯室，迈克尔的脸色变得难看。他思考片刻后告诉警方，当天确实和林莉在一起，因为林莉打电话给他，哭诉她的丈夫本杰明对她不好，林莉想提出离婚，又担心本杰明会生气，所以希望迈克尔能陪她和丈夫进行谈判。迈克尔答应了。他在6月8日中午来到林莉的水疗馆，然后林莉开车带着迈克尔一起前往农场。从水疗馆到农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。到了农场后，林莉走在前面带路，当他看到本杰明后就开始射击。迈克尔对于这一突发情况感到不知所措，他赶紧往回跑，在跑的过程中他还听到了几声枪响。不一会儿，林莉从饲养房中走了出来，随后两人开车离开了农场。迈克尔坚称他并不认识本杰明，他不是凶手。而林莉的说辞和迈克尔截然相反。他告诉警方，到达农场后，迈克尔执意要带上手枪，并且当他看到本杰明时，就不由分说地开了枪。2020年1月16日，当时31岁的林莉和35岁的迈克尔正式被逮捕，并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。本杰明的家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不可思议，在他们的印象中，林莉说话轻声细语，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柔贤惠，没想到竟会杀害自己的丈夫，还是和前男友一起。由于目前警方并未掌握直接证据，主要证据是2名嫌疑人的口供，因此警方在准备诉讼期间继续对该案进行调查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本杰明的圈内好友蔡斯告诉警方另一个细节。在凶案发生前，本杰明曾告诉他因为吃了一个奶昔而呕吐不止。蔡斯当时还开玩笑说，有人想毒死你。这一细节和肖恩所说的不谋而合。2021年10月，针对迈克尔的庭审在蒙哥马利法庭进行。在庭审中，迈克尔声称他确实带了一把手枪，但那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他只是和林莉一起去了农场，并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将要发生什么。检方指出，林莉在案发后不久接受过硝烟反应检测，他通过了。如果2人中有一个是凶手，那一定是迈克尔。迈克尔的说辞也无法说服陪审团，没有人相信他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前女友一起去了案发现场。最终，陪审团仅用了不到15分钟就做出了一致的裁决，迈克尔的1级谋杀罪名成立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庭审结束后，迈克尔与检察官达成了一项协议，他愿意帮助警方找到凶器，并同意出庭指证林莉。他确实做到了，凶器就藏在迈克尔新女友母亲家的阁楼上，因此迈克尔的定罪被降为2级谋杀罪，假释机会也被重新考虑。2个月后的2021年12月6日，针对林莉的审判同样在蒙哥马利法庭进行。山姆旁听了庭审，他想亲眼看看这个狠毒女人的下场。在庭审中，检察官指出，林莉从水疗馆的流动资金中拿走了很多钱，但他告诉本杰明水疗馆生意不好，并且因无法偿还商业贷款而欠下数千美元。他希望本杰明能提供资金支持。本杰明虽说很富有，但他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，所以问得比较仔细。这对于林莉来说就像是对他的质疑。此外，林莉一直与多名男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。林莉的店长肖恩作为证人出庭，证实了这一点。处理雷尼克家族人寿保险的代理人在法庭上作证说，就在本杰明死后的几个小时，林莉就打电话给他，试图兑现保险金。迈克尔也兑现承诺，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林莉。
他说在案发前，林莉向他哭诉，说本杰明虐待他，还在他不自愿的情况下与他发生关系。当时他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弱小，但在知道越来越多的信息后，他认为自己是受到了蛊惑，他只是林莉找来的替罪羊。迈克尔坚称扣动扳机的人是林莉，而辩方传唤了最耀眼的证人就是林莉自己。看到林莉站上证人席，山姆就开始喘粗气。林莉说本杰明对他一直很不满意，因为他只专注于孩子和水疗馆，从不关心雷尼克公司的事，两人经常为此吵架。再加上水疗馆经营不善时，本杰明也不太愿意提供帮助，所以他产生了离婚的想法。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前男友迈克尔，迈克尔非常生气。案发当天，迈克尔和他一起来到农场，准备谈离婚的事。结果迈克尔一见到本杰明，就拿出手枪向本杰明射击。当时他非常害怕，但事已至此，他只能和迈克尔先离开农场。他坚称自己是受害者，而不是凶手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场庭审就像是林莉表演的舞台，他走起路来就像是一个受害者。他希望能用表演骗过陪审团。陪审团在听完控辩双方的发言后，仔细查看了所有的证据。本杰明的家人和朋友焦急地等待着结果。最终，陪审团做出了裁决：林莉犯有2级谋杀罪，他被判处16年监禁，13年不得假释。这一刻，林莉哭了，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难过。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判决对本杰明很不公平，就连法官都一反常态地说出了这样的话。 I don't know what they were thinking. Somehow they got confused. You're awful lucky, ma'am. You're gonna get out in your 40s, and my 40s weren't too bad. I just hope you don't kill again. That's it. 显然，法官对自己的判决感到失望。林莉最早将在2034年从奇利科西惩戒中心释放，那时他也只有46岁。山姆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他一直认为哥哥比自己聪明得多。然而这一次，他早在报警的那一刻就已经说出了真相，他的哥哥是被蛇咬死的。但那条蛇并不是他所饲养的看起来可怕的蛇，而是与他同床共眠的那条美丽的蛇。